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真心是主人，忘心是仆人。那上周我们的主题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处啊。这2集的主题看起来好像都很有法味啊，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深啊哈。其实只要各位用心听，道理也是不难懂啦。越有法味的内容啦，越是要专注的听啊，因为心专神就通，那神都通了，道理自然就容易通了。所以读书的时候呢，心态啊，这个心呢心能不能够专注呢，是很重要的关键啊。其实只要能够摄心一处，心住一境就能达到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了。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功的啦。虽然说精神专注很重要，但时间点的选择也是一样重要时间点如果不对啊，那这个精神也很难专注了例如我们选择在白天人多事杂的时候呢，要来读书，那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除非你是家庭主妇或者退休人士啊，那白天比较有空，那还有可能利用白天的时间来读书啦。否则呢，清晨时刻是比较理想的读书文法的时间呢。我自己是很珍惜每天早上独处跟沉淀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啊，精神饱满空气清新头脑清晰环境静谧心地清净。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呢，灵感特别好，要读书或做早课呢，也比较能够事半功倍那这也是为何正言上人的尽思成语跟人间菩提的开示呢，都放在每天的一大早，这是理由所在了这是对读书或做早课来讲啦。其实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早上来做更何况每个人方便读书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虽然说早上时间点比较好，但也不是绝对的啦只要自己方便的时间就是好的时间点啦。就好像只要自己方便使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能够对机就是妙法道理是一样的那在家居士跟出家众的生活作息是有所不同的在家居士呢，会有家业跟事业的羁绊那作息时间就没办法像出家人一般的有秩序嘛。所以只要能够找出自己方便的时间来运用那读书还是会很有效果的尤其如果能够做到学以致用，解行并重，从自修共修再渐修最终还是可以达到觉悟跟解脱不过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家居士即使要在家里修行还是要走入人群才有可能达到觉悟跟解脱了。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没有什么道好求了因为人群才是真理的中心有一句话说在家居士智慧长印度的维摩诘居士，中国的南怀瑾大师，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等等他们就是最好的例证那在家弟子的责任是什么？护持三宝，巩固三宝。那出家众是什么？住持三宝，弘扬佛法。那入世的俗世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这个要靠在家弟子去应对那出世的精神是属于净思法脉的领域，这个要靠出家师父去体现所以在家跟出家的角色各有不同。现在是末法时期也是坏劫时期不但天灾人祸偏多，而且呢，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妖言惑众，哗众取宠，跟夜叉邪魔的邪知邪见一直在荼毒人心造成了滔滔的浊流浊气很重人心纷乱，乱象丛生那在这样子的乱世中呢，出家众是不方便出面回应房间任何对佛教团体
的质疑啊、误解啊、造谣啊、扭曲啊、污蔑啊、抹黑啊等等。但是在家弟子有责任为闻声救苦做耳目，为癫狂慌乱做正念这是经文里面的一句话了适时的宣说正法，去拨乱反正扮演浊世清流的角色。也因此呢，证严上人对此呢开示说道他说现在这个动荡时代慈济人更需要旧法新知也要新法必知与时俱进，做一个说法者跟传法者大地有成住坏空四种相三理四象嘛但更可怕的是，人的心呢也有生住异灭这也是四种相那佛法不离世间法旧法跟新法两者需要双轨并行这是证严上人呢针对这个纷乱时局的一句精辟的开示其实所有认同证严上人，也愿意追随上人并且一心一志佛心施志，那不管你有没有皈依证严上人都算是证严上人的在家弟子那这样子的认定标准是非常的宽广，也非常的务实其实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或仪式上的这个皈依但是却没有一心一志依教奉行，那这样即使有皈依甚至皈依很多法师甚至有受证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好，我们前面的序言呢讲了一堆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来谈今晚的主题，叫做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那主人跟仆人，大家一听就很清楚知道彼此之间的角色跟关系嘛。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灵是主人身体是仆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心境跟心灵或者是真心都是指挥官角色很重要。其中这个心呢还有真心跟妄心之别啦。那心也有心正跟心邪之分嘛。同理方法跟工具没有好坏之分，但使用者的心有好坏之分。那法也没有正邪之分但用法的人或用法的心就有正邪之分那真心就是指真诚之心诚恳之心它是我们做人处事的准绳跟依靠，所以是主人那妄心呢是虚妄不真之心它会让我们充满杂念跟恶念，我们不能被杂念跟恶念呢牵着鼻子走那所以他们不是主人我们当然不能去认贼为父相反的呢，更应该要有能力去控制他们指挥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能让我们呼唤跟使用的一个仆人所以如果仆人是年轻朝气又精力充沛但是他却有一个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的主人那这样就无法完成让人满意的工作嘛。即使仆人如果这个仆人是很软弱或无精打采，但只要这个主人是有魄力很有睿智也有能力跟智慧去指挥这个仆人那这样这个家庭还是会井然有序的，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就是仗势的这个井然有序的内在家庭才能事事顺心如意要这样呢，这个家庭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心灵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在最佳的真心状态这样心灵才有办法有效的去指挥身体也就是说真心才有办法去指挥妄心去掌控这个妄心也就是说心境去掌控这个环境的意思那这样言行造作也才不会脱序。同样的道理刚刚讲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境不能被环境来左右如果心境能不被环境左右，那就是主人掌控的仆人那心境如果被环境牵引
那就变成仆人掌控的主人啦，对，人以心转境，主人掌控的仆人啦。如果是陷入心随境转，那就是仆人掌控的主人啦。我们应该没有听过说一个家庭里面佣人在指挥主人的啦，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嘛，对。那在家里，我们虽然是扮演主人的角色但是入人群做志工去服务别人、协助别人、关怀别人，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扮演一个放下身段的主人。生命中，当我们在服务别人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扮演仆人的角色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同时在扮演主人的角色甚至让有苦跟有难的人呢离苦得乐那这个更是在扮演人间菩萨的角色所以当我们在发挥这样的角色时，其实也在翻转这些人的人生我们也是在做他们的人生的贵人举例来讲现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慈济志工大爱接力一批接一批的志工呢，轮流过去尼泊尔的蓝毗尼跟印度的菩提迦耶那蓝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菩提迦耶是佛陀成道的地方那尼泊尔的蓝毗尼跟印度的菩提迦耶两国的交界处那广大的范围呢，都是慈济志工们深入苦难的区域我们读经的时候，经常会读到一些佛陀的足迹嘛，好像蓝毗尼菩提迦耶灵鹫山王舍城鹿野苑牧羊女村苦行林迦毗罗卫国等等这些地方都有这些人间活菩萨的足迹而且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等齐头并进做得有声有色那这个就是在完成证严上人要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那这些志工们前脚走后脚放，原生就把握当下，赶快去付出；缘灭就看开放下了，积极把握因缘，主动付出在那边一待就是1-2个月以上每一个志工都是这样子这个要很有心才有办法然后做过之后应对过后就把它当作没做过一样非常的自在，这就是用真心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就是身心皆有己那身心有己就是事事做得了主也就是心灵能有效去主宰身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头脑清楚，而仆人呢手脚灵活，两个互相搭配起来就是清安自在的人生对这个是指身心有己那如果是身不由己，那这个就麻烦了身不由己就是身体无法让心灵来主宰，就好像舞狮的时候呢，这个狮头跟狮尾呢搭配不来狮头无法有效带动狮尾，那舞狮起来当然是乱成一团嘛因此呢，主人跟仆人的角色互换随时换来换去角色换来换去嘛，那不只是要明快而已还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就像国际漫游的手机一样嘛，对不对到哪一个国家，飞机一落地，马上接轨当地的系统如果飞机一落地，手机不能快速切入当地的漫游系统，那我们就会很不方便尤其有时差的国家，时间不一样所以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了所以主仆角色的互换跟手机漫游的切换是一样的能自由自在的变换，而且也要能如行云流水一般切换得很顺在什么阶段就演什么角色，演什么就像什么这个就叫做菩萨游戏人间就好像白天是公司的董事长，晚上回家就是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白天即使是统帅千军的将领晚上回家还是要在一人之下董事长回到家，如果继续扮演董事长的角色，或将军回到家还要继续操兵，那这个就是《论语》里面讲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每个人都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这种剧情肯定是乱的套，会很难看下去啦。好，那了解主仆关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人言可畏也是好事一桩哦。我们不是常常讲，哎呀，这个人言可畏啊，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人言可畏也是好事一桩哎，因为把人言可畏当作仆人，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掌控他、利用他，让他来警惕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样妄心就变成真心喽，也就是人言可畏变成人言可贵。所以说人言可畏是仆人啊，善用仆人做贵人啊。仆人一旦被掌控，人言可贵是主人啊，可畏变成可贵啊，一转海阔天空啊。那金钱也是一样的道理哦。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是一个很好的奴隶；那不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变成我们的主人，那我们就变成钱的奴隶。这个金罗宅啊，如果是扮演生命的主人，那就是我们主宰自己的命运了；如果是扮演生命的仆人，那就是我们被命运操纵，命运变成主人的啦。这会让自己事事做不了主，因为你不是主人，所以会六神无主，而且没有主人的样子啊。那心灵跟身体也是一样啊。心灵跟肉体就是我们组成家庭的成员嘛，那内在的家庭如果是杂乱无章，则我们就很难去期待外在的环境会有条不紊啊。即使外在的环境很优美啦，但我们的内心却是心乱如麻啊，这样叫做外侵内浊啦，也就是主仆易位啦，对，反客为主啦。佛法上叫做什么？执妄为真啊，执着这个妄，把它当作是真。好，那我们来学佛的目标之一就是去妄归真，舍妄取真啊。简单讲就是返璞归真，化繁为简啊。任何事情做过之后啊，刚刚讲当作没做过一样啊，前脚走后脚放马啊，能这样心无所住。没有执着在那个地方，没有停在那个地方，就是用真心做自己真正的主人呐。其实真心跟妄心也是一体两面哦，也就是说，妄心即真心，真心即妄心呐。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懂了。以前我们也讲过，就好像水跟坡的关系嘛，没有水怎么能起坡呢？对，坡不就是水吗？浪花也是一样啊，浪花就是水呀。我们叫它浪花，其实它就是水嘛，因为水是浪花的本质啊，对不对？所以无妄不起真，无真就不起妄，全真即妄，全妄即真。那执妄为真，就是落入四相啦。去妄归真，就是正入实相啊，看到实相啊，看到真相的意思的。所以见相时不被色相所迷，不执以为真，而是透过色相见到它的性空的本质跟离体啊，这才是真正彻底见性之人呐。同样的道理。天上白云变化无穷，不是吗？一会儿像狗，一会儿像狮子，一会儿又像降龙献瑞。举个例子，上个月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办浴佛大典的时候，有人拍到一张相片啊，哇，天生瑞相耶，龙凤来朝耶！各位可以看看这张相片。其实呢，这种事情轻描淡写就好啦，不要刻意去提。要以平常心看待，其实这些都是自信的显现呐。尽管外相上是变化多端呐，看什么像什么啦。
相由心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嘛。但它的本体还是白云，这个事实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我们如果被这种变化的假象所迷惑，不着相在变化的假象上面呢，而认识它的主体，它就是白云，这样就是真心见性的主人呐。简单讲就是明心见性呐。看到美女也是一样啊，道理是一样。美女只是个外相啊，她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副骷髅。美女跟丑女去照 X 光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一副骷髅。实相上众生皆平等啊，没有人会讲说这副骷髅比较美，那副骷髅不美，对不对？没有美丑之分的，实相是没有美丑之分的。同样的道理啊，好人也没有100%的好啊，你看他唯一的缺点就会很讨厌。那坏人也没有100%的坏啊，看他唯一的优点，你也会很喜欢他哦。同样一个美女，有人看是美，有人看就不美，因为有人喜欢看外在，有人喜欢看内在。个性相合又结好缘，怎么看怎么美啦。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吗？不是吗？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那个性不合的时候，缘又觉得不好的时候，优点都变成缺点了。本来是很美的，很耐看，结果变成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所以人生的道理是，用真心才能把人事物看透，用妄心就会把人事物做分别，很有道理啊。所以一个人如果碰到好事或顺境他不会欣喜若狂，不会得意忘形，也不会去攀援他碰到坏事或逆境，不会怀忧丧志，也不会痛不欲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心控制的妄心刚刚讲的去妄归真如果我们要成为自己人生航向的导航师那我们就要扮演什么？生命的主人而不是生活的奴隶扮演生命的主人，那我们就主宰自己的命运嘛。扮演生命的奴隶，我们被命运操纵那这也不是说生命中我们只能够当主人不要去当仆人只想坐教而不想抬轿，不是这样子。刚刚讲要演什么像什么，人生如戏嘛，所以有主角就当配角嘛。当我们在服务他人、关怀别人、配合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扮演成就别人的仆人的角色。那主仆关系配合的好，这样的人生如戏，才会演得较好又叫座举例来说了游山玩水啦，探访亲友啦，看电影啦，看戏等等，都可以借势练心来产生妙用因为生活中无不是法，无不是佛法不是说不能看戏看电影但是不要被戏看得去啦，不要被戏里的情节转了去啦。那正在看的时候，很可能会随着戏里的悲欢离合而跟着什么起喜怒哀乐之心嘛。但如果看过戏演完了，看过之后还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脑筋还是跟着那个戏里面的那个情节转来转去，挥之不去这个人这么好，那个人怎么那么坏？那这样就是被戏看得去的啦，叫做迷失真心这样就很麻烦了啦。其实看戏看电影也可以拿来用功练心看看这个心会不会被转动，因为戏演得很逼真，不是吗？有人看戏可以看到痛哭流涕都有，不是吗？那如果能够达到犹如牧人看花鸟不为之所动这样就是好功夫的啦。所以看电影看戏也可以当作修行的但这个并不是说戏里的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戏中的情节也都不清不楚，不是这样子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不是变成死水一滩了吗？对，所以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分别取舍，不被戏里的情节所转动。有看那是看而不看，
不看而看，心丝毫无所住，过就过了，不会再执着那个地方。人间事不过是一出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我们如果放不下这个，看不开，看不下这个，看不开这个，放不下那个，其实人间都像戏一样的虚妄嘛，人间事都像戏一样的虚妄。我们只要一口气吸不上来，这场戏就谢谢收看了啊，不是吗？随时一口气吸不上来就再见了。投入当志工也是一样的道理的，每天要出门做志工，都要提醒自己，要把世间的人事物看作如梦幻一般在演戏。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去演好当下的角色。如果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啦、你我啦、是非啦、好恶啦等等的影响而烦恼不已啊。其实也不只是做志工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啦，每一个人在人群中与人互动或生活中也好，都要有这种过客的心态，才不会有计较跟执着的心啊。这样人生才有可能潇洒走一回啦。那过客的心态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哦。佛经里面有一段故事，佛在世的时候啊，王舍城里面有一位大长者啊，老来得子啊，生了一个孩子很可爱哦。可是这个孩子哦，7岁的时候哦，无病无痛哦，忽然间就往生了哦。那这个父亲痛彻骨髓呀，哭得死去活来啊。清醒过来，还是继续抱着这个孩子痛哭，就这样几天几夜呢，不肯放弃，放不下。后来亲戚朋友呢，不管他不顾他的执着了，强行把他的孩子抱走，把孩子埋葬了。那这个父亲呢很痛苦，天涯海角呢要去找他的孩子。有一天呢，他走到了一个丛林啊，那是婆罗门教徒修行的地方啊。他就请求这些教徒们呢，帮他找回孩子啊。那教徒们被他缠得没办法了，只好跟他说：“你往南走吧，一直走，一直走，你会看到一条河，河中央呢有一个小岛，你如果想找回你的孩子，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每年都有一些仙人会路过那里，那阎罗王也会从那个地方经过，你去找阎罗王要孩子。”那这位父亲呢，果然就走到那个地方了，找到阎罗王啊，他就跟阎罗王说啊：“阎罗王，我要我的孩子，请你把孩子还给我。”阎罗王呢，用手一指就说啊：“来，那个地方有一个游乐园，那里面有很多孩子，你去找你的孩子，他如果愿意跟你回去的话，你就把他带回去。”这个父亲就向前走了，果然有一个园区他认到自己的孩子的，就赶紧拉着孩子说：“孩子，来，我们回家吧。”这个孩子看着父亲，将父亲的手推开，用盛怒的口气说：“父亲，你这个无知愚痴的老翁啊，我只不过是在你家过客而已啊，我还有未来的父母啊，你要把我带去哪里呢？哪里呢？”就这样把父亲的手推开，跑掉了。父亲心想：孩子不回去，那我这愚痴的老翁要往哪里去呢？后来他就想，常常听说佛在人间有求必应啊，我应该去找佛陀帮忙。他回过头了，就去祇园精舍找佛陀见到佛陀了他就把内心的苦楚诉说出来佛陀就跟他说哎呀，你确实是一个无知的老翁啊！人生就像过客，每一个人来人间只是一场缘，受业力的牵引，有缘长缘短，这些都是过去生的缘。那缘既然已尽，而缘灭缘散，这也是人间一段路程反复就是在这样的路程中呢，来来往往，
像你这样的愚痴贪着的小爱啊，业力就会越造越多啊。你这样不顾一切的追求，这些都是苦啊。好，这一段是发人深省的佛典故事啦。那佛陀开示完之后呢，再向这个父亲解释苦集灭道的道理哦。终于，这位求子不得的愚痴老翁啊，听明白了，醒悟过来了。这位父亲啊，从哭得死去活来啊，到透彻道理而自在的放下，这整个过程就是去妄归真的。本来很会妄想嘛，对，现在回归真心的啊，回归真理的啊，就是妄心变真心了。本来是六神无主，不是吗？六神无主的仆人呐，变成于了然于胸了，恍然大悟的主人的啦。那今晚我们分享的这个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道理稍微深了一点。不过我们用很多的例子深入浅出来解释，相信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很容易啊，也不会很难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希望各位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